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当地点的一客早餐啊。但是我还是要讲啊，肠胃好一点的人在吃啊，有人肠胃不好啊，其实明明食物没什么问题啊，但是呢，你吃了之后呢，就稀里哗啦的。Ginger, most likely on it. Yeah, Nice. nice. Welcome please, sir. Namaste. Namaste. 对，印度奶茶，我觉得这个印度奶茶，虽然现在是在尼泊尔，但是喝起来跟印度奶茶很像。这也是当地的一种饮料饮品，在这边大概卖台币大概5块钱吧，可以尝试看看。旅游世界各国呢，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去品尝当地的食物，试试看。如果你肠胃很好的话，ये मिक्स and garam की可以尝试看看，加上这个咖喱，还有一些他们当地的食物啊、豆子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都可以来这里试试看。哎呦，美不美啊？这个地方呢，我是事后配音啊，因为车子上的声音太吵了啊。我其实，在车子上是要告诉大家，这个车其实呢非常简陋，而且呢非常有特色，底盘非常的高，坐起来呢其实哪有什么副驾驶座，这旁边呢就是一块木板让我坐着我就从头到尾就坐在这前面讲了一大段话，结果没想到呢，它没冷气嘛所以Kiki Coco 的声音都收了进来，让我没有办法呢把我当下所讲的话传递给大家知道那当然，你看，我就坐在这前面，后面那一道门呢，就是坐着我们的旅客们我们的男女主角都坐在后面，所以他把驾驶座跟乘客座呢用一道门隔起来，这样懂意思吗？那乘客座是有冷气的前面的驾驶座呢就跟工作区一样除了驾驶之外，旁边呢还有一个助手。那你看看我现在坐的位置根本没有位置，他就拿一块木板就垫在前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位置好特别我就把它拍了下来。你看，这就是我坐的位置，我就这样在前面坐了7-8个小时，一路上就这样子颠簸你看到了吗？就一路上这样颠辛不辛苦？不会耶，我觉得好开心我现在自己看看我以前拍的影片呢，我还是充满了快乐虽然你看前面有没有看到一些筒子有一些筒子还变成我垫脚的地方，就是没有座位。所以当时我要去做的时候呢，这个司机大哥一直告诉我说 ，Are you sure？ 你确定吗？不要啦，很辛苦你在这前面又没有冷气，一直烤烘但我还是想要拍，所以呢就留下了这个珍贵的画面。现在这一路上，大家不要闭眼睛就跟着我看看你可能从来没有看过沿途的风景，实境拍摄，让你最到地、最深入看到尼泊尔人生活的方式。
哇，说到这个尼泊尔啊，它有超过1/4的大地高度呢，土地高度呢都在海拔6000公尺以上哦。尼泊尔人的节奏很慢了，无论是在城市了啊，还是在乡村啊。那贫穷的人呢，怡然自得哈。小孩子呢，在街上在玩耍的时候呢，女人在街头沐浴啊，男生在街头上欧北蛇啊，老人席地而坐聊天晒太阳，这样子的景象呢，好像是50、60年前的台湾社会吧，对吧？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生出来啊。那常常他们这样子的方式呢，一待呢就是一整天。所以，当我们的巴士在一路上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沿路街上的景象哦。我觉得它最可以感受到的就是看得到整个路上人们生活的方式。尼泊尔的生活很特别，垃圾污水全往这个河里面倒啊。那因此卫生情况不是很好，大部分的居民呢，每天呢早晚都要自己带这个水桶啊，去固定的自来水点排队接水。有时候电力呢还会供应紧张，市区也会经常停电啊。那尼泊尔跟中国有长达了1400千米的这个边界线啊，有2万多的藏族人啊常住在尼泊尔，所以就深受了藏文化的影响。在车子的沿途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看得到穿着跟藏族很相近服饰的人啊，经常可以看得到，也有看到印度教的，这都是要在路上看得到。所以有时候坐车的时候，在旅游的时候要注意看窗外，看看美丽的风景啊，还有看看当地人们生活的方式，对吧？尼泊尔人的共同特点是什么？非常非常的和善，真的，虽然穷但很和善。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他们心里的宁静、知足，一天吃个几顿饭，喝个几道茶，悠然的保持传统的这种生活方式，很单纯，也很幸福的笑脸。很少能够见到愁眉苦脸的人，这是在我们台湾现在社会当中，你可以接受的吗？你还会感受得到的吗？很难，对吧？物质上啊，他们的缺乏，哇塞，他们并不会妨碍他们尼泊尔人感受生命的愉悦，所以大多数的尼泊尔人呢，他们生活的非常的平和跟简单。尼泊尔是全球数1数2的穷国也是全球数1数2的富国为什么？跟别的国家相比啊，他们的幸福感是这一种根植内心的信仰。所以就有人说喽，尼泊尔人的幸福不过是虚幻的无知，是吗？对于自己的生活的环境呢，他们不会有太多的心思，生活很简单，衣着很朴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哇！当地的人呢，有的呢好几代都生活在这个村子里面，有的呢还是当地的原住民然后呢，甚至可以回溯到几百年前都住在同一个区块。这个喜马拉雅山下南边的这个小国，它成为了全世界旅行者心中最重要的旅行目的地之一。尼泊尔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你知道吗？它美丽的名字呢叫做什么？ Never Ending Peace and Love， 就是很简单的，特别受到上天的眷顾。世界上最高的14座山峰，有8座在哪？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帮它挡住来自北方的寒流，所以尼泊尔本身呢，终年气候非常的宜人，除非你去爬山。所以很多人说，我去尼泊尔爬喜马拉雅山，还是你去尼泊尔看喜马拉雅山山脉，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尼泊尔的这个北边呢，延绵着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山脉，这也是我们来这边最主要旅游的方式中部有许多的山地交错，南部有一些起伏不定的这个平原，有许多的马路不平整，没有任何路面的标示，一路上这样行驶。我们现在一路上就是要往南部走，哇，这样叽叽口口 ，OK 做按摩椅都没有关系哇，这就是我要的体会虽然很多人不能接受，但我觉得旅游就是这样，会让我们自己觉得有幸福感，对吧？会让我们自己觉得有满足感，对吧？
一路上非常考验这个司机的应变能力。所以你看看我前面有拍到我自己坐在巴士上的情况。更令人吃惊的是，马路上随处可看到牛群逛大街，与车争道，晚上还可以看得到牛就趴在大街上睡觉。哎呦，所以在那边不要随便拿牛肉干出来吃啊！在印度教当中啊，破坏神湿婆啊，常以牛作为他的坐骑，因此黄牛被视为是神圣的象征。所以人跟车碰见了牛只啊，你要绕道而行。因此塞车没差啊，它最大哈，人家是行人优先，它是黄牛优先啊。那真正的尼泊尔的日常呢，就是这样。尼泊尔的山区幅员非常的广大，地理环境呢是多山少平原啊，地形呢非常的崎岖，所以至今呢，它这个医疗不方便呢，医疗院所也很缺乏，主要是因为呢，医疗的设施落后啊，医务人员的缺乏，所以尼泊尔人呢，你知道他们很少用热水洗澡啊，自来水少啊，还用热的嘞啊，通风条件也不好，人畜共居也缺乏了这种卫生条件。只是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的眼中，尼泊尔仍然是一个像第三世界一样的贫穷的国家。那我们为什么还来？因为它拥有美丽的景色，还有拥有什么？拥有非常富足的心灵。你知道吗？当我今天在做这一集节目的时候呢，我内心的感触是很大很大的啊。由于尼泊尔的山区幅员广大，地理环境多山少平原，地形呢很陡峻，所以至今呢还缺医少药哦。医疗院所非常的缺乏，主要是因为呢医疗的卫生设施非常的落后啊，医务人员呢也很缺乏。你知道，在2020年的 COVID-19 的疫情来的时候呢，对于现在的尼泊尔影响非常的大。尼泊尔呢，甚至呢曾经成为了全球确诊率最高的其中一个国家啊。那世界展望会呢，也在2020年的5月吧开始呢展开了这个救援啊，提供防疫相关医疗器具、粮食援助和生计的补助啊。如今看到这个档案影片的时候，我内心当然有很多的感触啊，就会觉得不知道现在这边的人们生活的如何。有时候想一想，真的很认真的想一想啊，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还算不错的国家？卖个险嘛，真的啊。虽然不是每一个政策都让我们能够满意，但是是否知足而常乐呢？您觉得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常讲快乐的看我的节目，平安的看我的节目，健康的看我的节目，这不就是人生你还是很健康还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吗？再看看画面当中这一些人们，不能说他们很苦难，而是说他们很朴实的过了他们的生活。而真正当遇到疫情来临的时候，他们又该怎么过呢？Anyway， 无论如何，现在的我们还是幸福的吧。如果当我们幸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爱奉献给很多的人。请你们把爱奉献给我吧。
现在继续让我们看看我们美丽的路上的风景。哎呦，还有一个重点来了啊！我们现在是要去期望期望紧接着我们将会看到最美丽的期望野生动物国家公园哦，就让你非常的期望哦。